他们也曾经发过所谓增加预算的，包含3倍券、5倍券、6000元，反正神也是你，鬼也是你。你要发的时候就说哦，你看我很照顾全民，你不发不想把球做给在野党当功劳的时候，你又说哇这违宪违法。普发现金1万元，结果民党6人缺席呀、王义川在台中扫街宣传罢免票，罢免。这时候跳出来说，他们不要普发1万，要发1万的是你啊，不发的也是你啊，我用你讲的呀。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60票赞成，44票反对，普发现金1万元。结果民党6人缺席呀、王义川、郭国文、陈亭妃、赖慧媛、蔡其昌、王定宇。其中台南立委没有出席，是因为去救灾。蔡其昌去美国招揽 MLB 好手加入台湾队。国民党呢是正副院长嘛，而且江启臣本来就不会参与投票嘛，然后他负伤缺席。104位，赞成60位，反对44位。你民进党自己都凑不满席次，所以才会出现赞成60位，反对44位。赞成者多数，全案表决通过。在3读的时候，民众党是有投票的哦。国民党是52席，2席是泛蓝的，扣掉正副院长2席，所以是52席。民众党8席加起来是60席，60席同意，然后44席反对。那民进党你自己都凑不满，你有7席不见啊，扣掉一个出国去招募球员的，扣掉5席台南去救灾的，那唯一1席王义川是最莫名其妙的，你自己都不重视嘛，你有什么脸还好来说啊？因应国际情势，强化经济社会，汇率已经升值了14%了，一直在28元门口那边蹭啊蹭，时而进去，时而又拔出来，进进出出，动不动就在28块门口那边晃。很多事情你们在做什么？当别人是笨蛋跟白痴嘛？发一个国际因应国际情势，强化经济社会，让大家补个血会死是不是？及民生国安韧性。民进党不要民生问题，民进党把民生杠掉，这个民生是在野党放进去的。个别条例制定通过。这是民进党一开始人数自己不吹出来，大家一直在担心啊，担心你又放倒汇率啊，关税还没来，汇率已经先倒一片了。所以我就讲说，你们猪狗畜生不如啊，这种事情你也在挡哦。结果今天呢，执政党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怎么做呢？卓荣泰直接反对呀、在野党提普发现金将造成举债破1000亿，行政要求赴立法院说明建立审查预算立法合法合宪共识。蔡党说啊，政府连年超增1.8兆。普发现金2350亿不用举债，我必须提出国家的结构说明，驳斥这种误导民众的说法，直接反对，从头给你反对。绿媒怎么洗地了？我会认为普发现金1万元，这个是违反宪法跟预算法相关规定。他道德上在犹豫，结果呢，自己呀、前面是不是才在说，哎呀，有1000亿的普发现金要举，还在说道德上的犹豫哦？你会怀疑这个卓荣泰哦，同一场的记者会跟精神分裂没什么两样，讲着讲着，突然之间就变成违宪了，一下说道德啊，现在要变违宪啊，哎，到底是道德还是违宪？你们讲清楚啊，这精神分裂吧？我认为普发现金1万元，这个是违反宪法跟预算法相关规定。违宪，前面讲道德，现在又违宪，你选一个嘛。那既然违宪违反道德，那肯定违宪比较大，所以你要么就说违宪，要么是不违宪但违反道德，要么自己怕很爽嘞。违宪，玩哪一条线呢？请问苏贞昌，那5倍券违不违宪呢？这莫名其妙，发钱哪里违宪？为什么发钱？税金有剩，所以发钱。这总统也可以再大声一点嘛，别讲在北朝会上天啊。我们最后再来陈述。不过我今天首先要跟大家讨论的是整个政府财政的结构。部分的在野党委员有说，政府有1兆8000亿的所谓超增或者是剩余，我也必须承认，从110 1兆8000亿，我们累计算来，我们确实在个税收入方面，我们的实增数超过预算数是有1兆8707亿，是有这个数字。近5年全国赋税收入，2019年200亿，2020年负222亿，但从2021年起，每年超增3、4、5千亿，4年超增1兆8707亿啊！因为第一个股票被炒起来了，原因是因为美国大放水；第二个，中美贸易战进入深水区，大量的转单效应，这才是整个税收结构的一个状况。这就是为什么苏贞昌可以发3倍券、5倍券6000元，你2350万人发1万块什么？2350亿啊！这样的钱没钱帮灾民修屋顶，没钱派
军人进去帮忙做灾后工作，到底哪来那么多钱可以花光光啊？民进党真叫我告消他们啦，恭喜灾啦！他用最温和的言辞讲出最恶毒的话语。他跟赖清德两个刚好道起大，赖清德是什么？言辞激烈，面容矫作，横眉竖目。卓荣泰呢，看起来啊面容和蔼，言辞恶毒啊，两个刚好加在一起啊，道起大多要喝啊，哥俩好一对宝啊！整个灾情那么严重，卓荣泰在干什么？但是提出这个数字的委员显然是忽略了这1兆8707亿当中2804亿直接拨给地方政府。1兆8707亿当中2804亿是直接拨给地方政府的，还有1兆5903亿，另外的1957亿是依照法律必须要拨给各种基金的，还有1兆3946亿，所有的是1兆3946亿。所以说我们1兆8的这些委员们是明显忽略了下面2项。这有什么重要的吗？你把1兆8000亿发到剩下1兆3900亿，很多吗？哪里很多？还剩很多啊！我希望这个忽略是无意的忽略。那么中央政府的1兆3946亿，对啊，中央政府呢？用途在哪里？这个1兆3900多亿我们在称在110年到113年当中，任何的实增数超过了预算数，最先要的用途就是偿还债务。偿还债务，那你们为什么要借那么多？你为什么一直听命借债，然后把多出来的税金都花掉？第二个就是我们该年度本来要举债的，我们就减少了举债，就把这些实增数超过预算数的部分就来支应这些预算的费用。所以就第一个是偿还债务，第二个是减少该年度的债务。所以我们这样算起来，从110年到113年这2项增加还债的总计加起来有1838亿。那么这几年当中，我们减少融资调度，就是减少去举债的，本来是计划预算当中再去举债，现在因为预算实增数增加了，就减少了举债的，就有7094亿。这里在玩文字眼，这个7000多亿，政府一直都会有这种借新还旧的过程。那你为什么要借那么多债呢？然后现在说，哎呀，都拿去还债，是真的还债吗？那为什么我们债还这么多呢？它不过是玩一个周转的概念啊，他们的钱都在乱花，8800亿的特别预算，8400亿的前瞻预算，这2项加起来就1.72兆了。老实讲，超正根本不够用，但是没关系，他们现在在自圆其说，他们又在胡乱，所以这已经不是会计学，他在跟你凑数字，这是政治学。卓荣泰真是个废物，5450亿，他说加他普发1万元，我们扣掉他所谓的5450亿的普发1万元2350亿，是不是剩下3100亿？那照他的说法，他税计税出剩下多少？剩下3000，他有3300亿，就哪怕不发1万块，政府就只剩200亿可以用。照他们原本的说法，要给台电拨补1000亿，请问还要举债800亿，你怎么不说？妈的，就随便他挪他那个数字跟那个变形虫一样啊！他是下面被骂爆了。卓荣泰不是限两难，是不要发给人民，要规划旁去开啊，引起公愤哦。下台就不会交战了啊！民进党是想嫌票伤济呢？能源政策抽是你的事，保了绿油有债务我们还吗？台电已经拨了3000亿进去了，他还要再拨1000亿。哪个国家的税收是4年1季啊？那跟你骗，你在编，他就自己掰数字，然后自己对，这样听就是这么简单。政府预算是每年结算，谁跟你在那边4年一算？那以后我们就4年缴一次税好啦。真在欧龙谁的？真的，他们就消贪嘛，1块钱也不愿吐出来嘛，人命他就无所谓，死一个人不影响他选举。呛人家合法而且有这么难吗？一整年在违宪在违法，这洗地已经够蠢了。最该说明的是你钱花去哪里。结果呢，这个图卡做的小小的藏在后面，然后自己这一张搞得这么大，都不提实际数字。如果讲到这个所谓的普发陷阱啊，我个人倒是认为他现在做足了这个表面的肢体动作，就是说好像不管是所谓的释宪或是不编预算这种消极的抵制的这种状况下，我认为最终啦还是会发啦，因为他觉得这个民意民怨他挡不住。本来我认为一开始赖清德在挑选卓荣泰的时候是说，因为他生蛋够软，觉得他应该可以不是像苏贞昌这种所谓斗鸡，能够比较柔软的跟在野党可能有要挨塞住啊，然后能够取得一些所谓的这种沟通的效果。可是后来我发现他不止没有这个效果，而且他还真的很没有能力。我们如果去看这个案子1万元，衡情论理说法，不管是当时候的所谓的公共债务法，还有所谓的什么财政纪律法，他们为了避开这个弄了所谓的特别条例，而且他们也曾经发过所谓增加预算的
的老年津贴，包含3倍券、5倍券、6000元，民进党以前通通都干过，那我就觉得很奇怪啦。反正神也是你，鬼也是你，你要发的时候就说你看我很照顾全民，你不发不想把球做给在野党当功劳的时候，你又说哇这违宪违法，我的几公，这就是很典型的给不卡称，就是我觉得很讨厌这种事情。他们为什么超增的这么多这么严重？合理的怀疑他们为什么要故意的预算估计失准？因为他们要把这些多出来的钱，到时候自己说了就可以自己用，所以这是很技巧的政治的暗黑的伎俩。我要用在哪里就用在哪里，这就是民进党真正的伎俩，也是可恶的地方。刚才文琦哥其实讲到一个关键，是不是有刻意低估呢预期赋税来最终超增？超增之后，它的超增税款，它可以用特别预算的形式把它打掉，所以它就不会在年度总预算被审查嘛。没错。那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超增税额非常的惊人呢？2019年超增200亿，2020年是暴减了222亿，因为当时有疫情，我们还短收了222亿。2021年起突然税额爆炸多，就说你是不是故意短报？大家知道有多少税额多恐怖吗？2021年民国110年4327亿超增，2022年民国111年5237亿，2023年112年3860亿，2024年去年有史以来最惊人的数额，113年5283亿，有史以来最惊人的数额。这4个数字全部相加就是呢卓荣泰所谓的1兆8707亿，这么惊人的数额卓荣泰发那个图卡简直让会计的人或者是会计从业者会觉得你这个带风向未免太拙劣了吧？对，全世界哪个预算的算法是4年相加之后，再把那4年期间的各种的减项非课税收入税出差异数给加上去？我老实讲，这本身就画唬烂。民进党还是敢这样一直骗，然后也一样有40%的05的人，不管是黑熊、青鸟或者是蟾蜍们都相信。我坦白讲，我只能够说我很无奈。我一直强调，我们无色觉醒，没有欠任何颜色，不用情勒我们。我们这一代没有欠任何人，我们只希望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有那么难吗？你很难想象，卓荣泰竟然还敢说他天人交战。今天很多学者专家，其实在各个专栏都有写过这个里面的猫腻。刚刚我提到的所谓的财政纪律法，或是公共债务法等等，你很难想象一个政府本来应该福国利民，你如果愿意讲真话，即使你做不好，我们都愿意给你机会。可是如果你明明已经做错事，你还要继续说谎话、说干话，要骗大家，所以没有错。大家现在担心会不会他走向法西斯，会不会走上类戒严，这种疑虑各位是存在的。大罢免如果一旦过了，他会为所欲为，基本上就要复制贴上蔡英文时代只有我不想过的法案，没有我过不了的法案。所以我为什么一直强调这一次726的这个投票真的非常的重要，因为你看到卓荣泰现在针对只发给我们1万元，各位你如果把这些钱全部被绿油油的光电系统给拿去，你是不是更生气？卓荣泰，如果你不会摘掉，你就下台吧，反正你的阶段性任务，我看你除了释宪再释宪再释宪，你好像没什么本事。所以我觉得呼吁卓荣泰其实够了啦，差不多时间到了啦。有人在带风向说发1万块像是共产主义，政府本来就是要让老百姓就是得到最大的福祉，平衡资源之间的利用本来就是很正常的。如果照这个逻辑能通的话，那我们所有的地方补助款都要废除。我是不知道怎么可以为了护航执政党讲出这种话，就是连所谓的普发1万块都要把它抹红啊！我是觉得匪夷所思。